近日，俄军加大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打击的是乌方的能源设施，摧毁了乌东最大发电厂。俄军不仅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还高调宣称重启 FAB3000超级炸弹的生产。那么，俄罗斯为何要复产这款3吨级的苏联时期航空炸弹？一旦由战略轰炸机挂载，超级炸弹投入战场，对俄乌冲突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3月23号至30号这一周，俄军使用包括锆石、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对乌克兰军事设施及支持性基础设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7次集群打击。乌军工企业、乌武装部队和乌安全局的决策中心、无人艇生产车间、能源设施等目标遭到打击。 据基辅独立报3月30号援引乌克兰能源公司消息，乌东部最大发电厂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兹米耶夫火力发电厂已在俄军的导弹袭击中被摧毁。报告称，俄军导弹袭击导致发电厂所有设备受损，大部分设备已无法使用。目前还无法准确评估设备受损程度、修复所需时间和资金数额。 乌克兰最大私营能源公司 DTEK 负责人表示，该公司6家工厂中有5家遭到损坏或摧毁，发电能力丧失80%，目前正在修复中，完全修复可能需要长达18个月。对于这种高价值战略目标的攻击啊，那么它不光是会对目标的国家造成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会引起整个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 应该来讲，现在西方对俄罗斯采取禁运啊，包括贸易和经济的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实际上对乌克兰的，尤其是储存的，比如天然气的攻击，那么会影响欧洲跟美国获取相关的能源，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将会迫使乌克兰方面把宝贵的、数量有限的这些西方提供的防空反导系统。 那么用在保护这些要地目标上面，其他的一些乌克兰的目标的保护就会受到影响。对于俄罗斯来讲，这种行动其实呢，并不能简单的把它描述为，比如说之前对俄罗斯的类似目标打击的一种报复，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是战争中的阳谋。据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3月25号报道，俄再次使用最新型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基辅目标。 这是继2月7号攻击基辅未遂后，俄军第2次公开使用这种导弹，但2枚锆石在基辅上空都被击落。报道称，在上一次空袭中，锆石导弹只剩下非常小的残骸碎片。乌克兰方用了5天时间才正式确认俄罗斯使用了这种导弹，而这次袭击留下了数量更多、含有更多信息的导弹残骸碎片。 可以对该导弹发动机类型、制导系统、使用的材料等给出准确的答案。报道还刊登了一张据称是锆石导弹残骸的照片，不过俄媒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俄罗斯观点报称，俄军于3月25号对基辅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乌军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在朱利亚尼国际机场附近被摧毁。 观点报透露，这次打击是在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帮助下进行的。它从克里米亚附近的舰艇上升空，只用了约3分钟就抵达基辅。由于该导弹的飞行速度极快，乌军防空系统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对于现有的西方装备啊，那么包括像爱国者，那么西方宣称有能力拦截马克数2、马克数3的目标，这个我们说倒是不值得怀疑。 但是总的来讲，没有哪个国家说敢保证对方的超音速来袭的导弹我都能拦截。举个例子，乌克兰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苏联时期的 KH-22，那么它实际上是一款超音速的空射的巡航导弹，一发都没有拦下来。你能够拦截超音速目标，那你为什么不能拦截这个 KH-22？KH-22是超音速飞行，并不是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重启3吨级的 FAB3000超级炸弹生产也引发关注。俄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视察了俄罗斯西部夏诺夫哥罗德的兵工厂，该厂生产各种不同类别、口径的火炮和航空弹药。报道称，与去年相比，该厂各类弹药的总体生产率增加了5倍，特别是 FAB500炸弹的产量增加了数倍，FAB1500的产量翻了一番。
FAB 家族中比 FAB 1500更强大的 FAB 3000也已经在量产。俄罗斯媒体在相关的报道中还特意公开了多个不同景别的 FAB 3000炸弹镜头。Воздушно-космические силы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будут и авиабомбы ФАБ-3000. Теперь они самые мощные, производимые серийно. 3 метров и 3 тонны весом, внутри которого 1400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взрывчатого вещества。另据保加利亚军事网称，在俄罗斯的炸药库中 ，FAB 3000还不是最大的。FAB 5000和 FAB 9000炸弹分别重5吨和9吨。根据乌克兰局势的进展，这些产品也可能重新投入生产。俄罗斯近期重启 FAB 3000巨型炸弹的生产引发关注，有俄媒甚至称 FAB 3000堪比战术核武器。那么这款炸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一旦用在乌克兰战场，将会如何影响冲突局势？FAB 3000是苏联上世纪50年代研制的一款重型航空炸弹，虽然不是苏联武器库当中最大的炸弹，但也是妥妥的一款大杀器，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它的特点呢是尺寸大、重量大、威力大。FAB 竖着放呢，相当于1层楼高，弹体有3.3米，弹径0.82米，整体重量超过3吨，光是炸药就装了1.4吨。那么在俄乌冲突初期，俄军就曾将一枚库存里的 FAB 3000用在亚速钢铁厂的打击行动当中。这枚炸弹在被俄军的图22M3轰炸机投下之后，地面目标就直接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可见它的威力之大。据报道 ，FAB 3000的杀伤范围约6000平方米，碎片和冲击波可以覆盖方圆260米的范围，主要用来摧毁敌方工业设施、城市和港口等目标。对于 FAB 3000，有西方媒体甚至评论称，对于打击乌克兰阵地来说，他们似乎过于强大。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则警告说，这些炸弹造成的破坏非常令人不安。不过，由于尺寸太大和重量过高，也限制了 FAB 3000的使用灵活性。目前呢，只能够由俄罗斯空天军的图22M3、图95M 或者图160这3款战略轰炸机携带，单架次最多也只能够挂载2到3枚。而苏34战斗轰炸机如果要携带，还得进行专门的改造，且只能够挂载1枚。此外 ，FAB 3000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呢，就是 FAB 3000属于自由落体高爆通用航空炸弹。尽管投掷时允许载机速度达每小时1200千米，投掷高度达1.6万米，但是最大射程仅有数千米，因此呢，载机必须飞到目标上空附近才能够投弹。这样一来，载机在现代防空系统面前的生存性是很低的。再有一个明显问题就是 ，FAB 3000没有制导能力，精度太差。因此呢，俄罗斯既然重启批量生产，很有可能会在 FAB 3000炸弹加装通用规划和校正模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滑翔制导套件，使其变身精确打击炸弹。俄罗斯研制的滑翔制导套件按照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 UMPC、PMPB 和 UMPK。现在使用量最大的是 UMPK。据了解 ，UMPK 套件集成了电池、惯性测量模块、导航模块和舵机等内容。当载机将炸弹投出之后，该套件将展开短翼进行滑翔飞行，既提高射程，又可以靠尾部的舵面控制飞行方向。那么，按照俄军的说法 ，UMPK 套件采用了格罗纳斯卫星定位和惯性2种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可以达到8到15米。此外 ，UMPK 套件还使得载机能够在距离目标大约60到70千米的相对安全的区域投弹，大大提高了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事实上，俄罗斯已经通过这种模式，将大量的笨炸弹改装为腿长又聪明的滑翔制导炸弹，作为打击乌军目标的重要武器。而随着3吨级滑翔制导炸弹的加入，对冲突局势的影响还是有待观察，但无疑会给乌军造成更大的心理威慑。这款航弹的威力确实是很惊人的，因为我们说它对于像这个装甲目标大概42米的破坏半径，那么它的这个对人这样的目标，冲击波的致命的杀伤半径大概39，那么158米范围之内的人类会被冲击波导致口鼻出血，基本丧失作战能力。在投掷这种炸弹之后，它在战场上它的威力只会被口耳相传，进一步渲染。对于乌克兰的地面守军来讲，滑翔炸弹
向自己飞过来，那么带来的心理压力是巨大的。近日，俄罗斯重启3吨级的 FAB3000超级炸弹生产，并且还批量生产，引发关注。那么，秦先生，俄罗斯为何要重启生产这款炸弹呢？那么，加装了 UMPK 滑翔制导套件之后，对其的打击能力又有多大的提升呢？重启的道理很简单，就是这种重磅炸弹它单枚威力巨大啊，效率也很高，它产生的破坏作用，包括对敌方士兵的心理震慑作用是巨大的。加装制导套件之后，它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命中精度极为提高。如果不加装制导套件，它只是一个自由落体的铁炸弹，它的这个投放命中是靠轰炸机上有一个瞄准具，瞄准之后由轰炸机上人员去摁按钮，这个投放。但是这个时候命中是有误差的啊。那么大家可想而知，它160米的杀伤半径，如果误差很大的话，实际上对人员的杀伤效果还是有限的啊。破坏效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加装这种制导套件往往是卫星制导啊，一个精确的坐标，它的这个误差可能控制在10米、20米，加上它3吨重1.4吨的炸药，这个破坏威力，这个命中的精度和效率就是巨大的。加装了制导套件之后，让这个炸弹它不是这个简单的凌空轰炸自由落体，它还可以滑行一段距离，滑行这段距离对载机来说安全性就大大提高。比如说一架俄罗斯轰炸机带着这个 FAB3000，它不用飞到目标正上空。3月28号，俄空天军一架苏35战机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坠入黑海。有报道称，这架苏35是被俄罗斯自己的地面防空系统击落的。不过，俄国防部未做出回应。那曹先生，您是如何分析的呢？现在按照外界的说法呢，是它被自己的导弹就是防空导弹呢给击落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它的敌我识别信号是很快的。因为现在的飞机速度很快，所以当它接收不到就是敌我识别信号的时候，它就认为这是敌机，就可能对这个目标进行攻击。我们假设就是俄军防空反导系统它发射了敌我识别信号，但是苏35这架飞机它的回应或者回答被电子干扰的话，那就使这个俄军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收不到信号，那他就认为敌机，就可能打，就可能误击。那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它自身飞机就在这个飞行的过程中，或者在执行任务中发生了故障，它也可能自毁就是自己飞不回去了嘛，那它只能把这个飞机抛弃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也不能排除乌克兰使用了导弹把它给击落呀，因为北约是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就是俄军的这种飞行或者是海面活动的这种情况的呀。它既然有了这种信息，那也可以利用美国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爱国者系统把它给击落呀。所以我们说就是这架苏35之所以坠入黑海，它是有多种原因都可以造成它这个坠